那个雨夜，客厅里的灯光显得格外刺眼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握着刚刚签好的年终奖确认单，90万的数字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那样真实又遥远。婆婆坐在对面，她的眼神里写满了理所当然，仿佛我手中的这份收入天生就该与他们共享。思雨啊，你看小雪马上要结婚了，这房子的首付还差50万。她的声音不急不缓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。我丈夫陈浩坐在旁边，低着头不敢看我，手指不安地敲击着茶几。妈说得对，小雪是我亲妹妹，我们做哥哥嫂子的，总不能看着她嫁不出去。她终于开口，声音里带着某种我从未听过的陌生。雨声敲打着窗户，就像敲打着我的心。我知道今晚过后，要么我们的婚姻彻底改写，要么就此分崩离析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年前的春天，我第一次踏进这个家门时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。陈浩的母亲笑容满面地迎接我，小姑子小雪甜甜地叫着嫂子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和谐的味道。那时的我刚刚从国外读完MBA 回来，在一家跨国公司谋得了管理层的职位，年薪30万，虽然不算顶尖，但在这个2线城市里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。陈浩是我大学时的学长，人长得英俊，性格温和，在一家国企做技术主管。我们交往了2年，感情稳定，家人朋友都很看好这段关系。思雨这孩子真有出息，比我们家小浩强多了。婆婆那时总是这样夸我，眼神里满是欣赏和骄傲。她经常在邻居面前炫耀自己的儿媳妇，说我不仅长得漂亮，工作能力强，还孝顺懂事。小雪那时刚大学毕业，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，收入微薄。她经常向我请教职场经验，我也毫不吝啬地分享着自己的心得。嫂子，你真厉害，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你一样成功就好了。她总是这样说，眼神里闪烁着羡慕的光芒。陈浩对我也是百般疼爱，每天下班都会接我回家，周末陪我逛街看电影。他会在我加班到很晚的时候默默等在公司楼下，会在我生病的时候整夜不睡地照顾我。那时的日子简单而快乐，我以为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婚礼办得很盛大，2家人都很高兴。婆婆拉着我的手，眼圈微红地说，思雨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了，这个家就交给你了。我当时被感动得不行，暗自庆幸自己嫁对了人家。新婚的头1年，一切都很美好。我和陈浩搬到了新房，婆婆偶尔来帮忙收拾家务，小雪也经常过来蹭饭。我们像真正的一家人一样相处着，温馨而和谐。变化是从我升职加薪开始的。工作第2年，我凭借出色的业绩被提拔为区域经理，年薪涨到了50万。这个消息传到家里时，所有人都很高兴，但我隐约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思雨真是太厉害了，这么年轻就能赚这么多钱。婆婆说这话时，眼神里除了高兴，还有什么我说不清的东西。小雪的反应更加明显，她看我的眼神变了，不再是当初的羡慕，而是带着某种复杂的情绪。嫂子，你现在是真正的职场精英了，我们这些普通人都比不上你了。她说话的语气听起来有些酸溜溜的。陈浩倒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，但我发现他在朋友面前提到我的工作时，神情总是有些不自然。有一次朋友聚会，有人开玩笑说他是软饭男，他当时的脸色很难看。
回家的路上，他沉默了很久才开口：“思雨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？怎么会呢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，收入高低不能代表一切。”我安慰着他，心里却开始隐隐不安。那年年底，小雪谈了男朋友，是个在私企工作的普通职员，家里为这事很高兴，婆婆更是逢人就夸小雪眼光好，找了个踏实的好男孩。但我发现，每当提到小雪的感情生活时，总免不了要拿我们做对比。小雪这孩子实在不像有些人，眼光太高，要求太多。婆婆这样说时，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我总觉得她在暗指什么。春节的时候，亲戚们聚在一起，免不了要谈论各家的情况。当有人夸我工作能力强的时候，我明显感觉到小雪脸色的变化。嫂子确实厉害，我们都比不上。她笑着说，但笑容里透着勉强。那个春节过得并不愉快，虽然表面上一团和气，但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悄悄改变着。年后回到工作岗位，我更加投入地工作着，也许是想要逃避家庭关系中那些微妙的变化，也许是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赚钱。但无论如何，我都没有想到成功竟然会成为一种原罪。第3年，我再次升职，成为了公司的副总经理，年薪跃升到了90万。这个消息传到家里时，反应比我预想的更加复杂。陈浩的脸上写满了矛盾，既为我感到骄傲，又似乎有些不知所措。思雨，你现在真的很厉害了。他说这话时，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疏离。婆婆的反应更加直接，思雨啊，你现在赚这么多钱，是不是该为这个家多做点贡献了？我当时没有多想，以为她是希望我多孝敬长辈，便点头应承了。但很快我就发现，她的贡献有着非常具体的含义。小雪的男朋友家里催着买房结婚，但以他们2个人的收入，连首付都凑不齐。这件事成了全家人的心病，每次聚会都要讨论半天。现在房价这么贵，小雪他们2个人哪里买得起房子？婆婆愁眉苦脸地说：“是啊，我们当父母的也没什么能力帮忙。”陈浩的父亲也在一旁叹息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若有若无地看向我，那种感觉很奇怪，就像是在等待着我主动开口表态。但我始终没有说话，因为我觉得这不应该是我的责任。小雪虽然是我的小姑子，但她的婚房问题应该由她和她的男朋友以及双方父母来解决。我的收入是我努力工作得来的，不是家族的公共财产。这种想法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，但我也越来越感受到来自家人的压力。有一天晚上，陈浩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：“思雨，你看小雪的事情。”他欲言又止，显然很纠结。怎么了？我装作不明白他想说什么。就是买房的事情，我们家确实帮不上什么忙。你看，我看什么？这是他自己的事情，应该他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我的语气比我想象的要冷硬。陈浩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回应。可是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有能力的时候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？帮助是可以的，但不是义务。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那天晚上，我们第一次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争执。争执的结果是不欢而散。陈浩摔门而出，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发呆到深夜。矛盾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逐渐升级。小雪的男朋友开始频繁出现在家里，每次来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到买房的事情。嫂子，你们公司福利真好，光年终奖就有这么多。他说话时眼神闪烁，
明显别有用心。小雪也开始变得有些异常，她会经常找我聊天，但话题总是绕不开她的困难和我的成功。嫂子，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成功呢？她叹息着说，现在的社会，没房子连结婚都结不了，真是太难了。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倾诉，但实际上更像是在暗示什么。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婆婆的态度变化，她开始在各种场合暗示我应该为小雪的婚事出力。思雨现在有能力了，应该多关心关心小雪。她对邻居这样说，做嫂子的总要为小姑子的终身大事考虑考虑。她对亲戚这样说，每一句话都像是在给我施加道德压力，让我感到窒息。陈浩的态度也越来越暧昧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明确地支持我，而是在我和他家人之间左右摇摆。思雨，你能不能体谅一下我的处境？小雪是我唯一的妹妹，我知道你赚钱不容易，但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，你就当是借给她的，以后她有钱了会还的。每一句话都在消耗着我们之间的感情，让我感到越来越孤独。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婚姻，反思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位置。原来，当我还是个收入普通的小职员时，大家都很和睦；但当我变成高收入者时，我似乎就不再是家庭成员，而成了家庭的提款机。这种认知让我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愤怒。我开始有意无意地避开家庭聚会，加班的频率也越来越高。陈浩对此很不满，他觉得我在逃避责任，逃避作为家庭成员应该承担的义务。但我觉得，我逃避的不是责任，而是那种窒息的道德绑架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的成功要成为别人的依靠？为什么我的努力要为别人的人生买单？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那个周末，小雪带着她的男朋友来家里吃饭，席间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买房的事情上。房价涨得太快了，再不买就更买不起了。小雪的男朋友愁眉苦脸地说：“是啊，现在首付就要50万，我们2个人的积蓄根本不够。”小雪附和着，婆婆在一旁看着我，眼神里写满了期待。思雨啊，你看这是……她终于直接开口了。所有人都看向我，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我放下筷子，看着围坐在餐桌旁的这些人，心情复杂极了。这件事，我觉得你们应该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我尽量平静地说，什么叫我们自己想办法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有困难不应该互相帮助吗？小雪的声音提高了8度，帮助是可以的，但不是义务。我没有责任为你的婚房买单。这句话一出口，客厅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小雪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她的男朋友也显得十分尴尬，婆婆的表情更是写满了不可置信。思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小雪是你的小姑子，你们是亲人，亲人就意味着我要无条件地为她的人生负责吗？我反问道。她要买房，她要结婚，这些都是她自己的选择，为什么要我来承担后果？陈浩在一旁急得直跺脚。思雨，你别这样说话，伤感情，伤感情，是谁先伤的感情？我站起身来，情绪终于爆发了。从我升职加薪开始，你们看我的眼神就变了。以前我是你们的家人，现在我是你们的提款机。你们关心的不是我这个人，而是我的钱。这番话说出来，我自己都吃了一惊。原来这些想法在我心里憋了这么久，今天终于一股脑地倾泻了出来。客厅里一片死寂，只能听到彼此急促的呼吸声。小雪的眼圈红了，她的男朋友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，婆婆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。
显然被我的话刺激到了。那顿饭最终不欢而散，小雪和她男朋友匆匆离开了，留下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。婆婆很生气，她觉得我当着外人的面让小雪下不来台，太过分了。思雨，你今天的话说得太重了，小雪还年轻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她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难道我说错了什么吗？我依然不肯让步。陈浩试图调解，好了好了，大家都消消气，有话好好说。但显然这种调解毫无意义，矛盾已经公开化了，再也无法回到从前那种表面和谐的状态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家里的气氛异常紧张，婆婆不再和我主动说话，见面也只是点点头。陈浩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他既不想得罪母亲，又不想和我闹翻。小雪更是直接不来家里了，连电话都不接。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，是不是真的太过激了？毕竟他们是我的家人，即使有分歧，也不应该说出那么伤人的话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又觉得自己没有错，凭什么我努力工作赚来的钱要无条件地分给别人？凭什么我的成功要为别人的人生埋单？这种内心的纠结让我很痛苦，工作效率也受到了影响，同事们都注意到了我的状态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赚钱太多，所以家人要求我为小姑子买房。这听起来像是在炫富，但实际上却是我最大的烦恼。1个月后，陈浩主动找我谈话，思雨，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，这个家快要散了。他的脸上写满了疲惫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问。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帮助小雪，就当是借给她的，行吗？我看着他，心情复杂极了。这个我曾经深爱的男人，现在正在要求我做一件我完全不愿意做的事情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我试探性地问。他沉默了很久，才艰难地开口，那我们可能真的要重新考虑这段关系了。这句话像一个晴天霹雳，让我完全愣住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望着城市的夜景发呆，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，就像我此刻混乱的心情。陈浩的话在我耳边反复回响，我们可能真的要重新考虑这段关系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如果我不拿出50万给小雪买房，我们就要离婚。我的成功，我的努力，我的付出，在这个家庭面前竟然变成了一种罪过。因为我有能力，所以我就必须承担责任；因为我赚得多，所以我就应该无条件付出。这是什么道理？手机响了，是我最好的朋友小云打来的。思雨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感觉你很久没联系我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把这段时间的遭遇告诉了他。小云听完后沉默了很久。思雨，你觉得这个家庭真的值得你继续付出吗？他问。什么意思？你想想，如果你现在还是个收入普通的小职员，他们会这样对你吗？他们爱的是你这个人，还是你的钱？这2个问题像2把刀子，直插我的心脏。是啊，如果我没有现在的收入，他们还会这样要求我吗？如果我失业了，变穷了，他们还会把我当成家人吗？答案似乎很明显，但我不愿意承认。小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的声音有些哽咽。你要问问自己的心，你觉得什么是对的，就坚持什么，不要因为害怕失去而委屈自己，那样的感情不值得珍惜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阳台上哭了很久，不是因为委屈，也不是因为愤怒，而是因为失望。对这个家庭的失望，对这段婚姻的失望，对那些我曾经信任的人的失望。第2天，我收到了小雪发来的微信。嫂子，我知道你觉得我们过分了，但我真的很困难。我不是要你的钱，我只是希望
你能理解我的处境。我们都是女人，你应该知道没有房子在这个社会有多难。看着这些话，我心情复杂极了。小雪说的没错，作为女人，我确实理解她的处境，但是理解不等于认同，更不等于我就应该为她的选择买单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要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要承担。我可以同情她，可以在能力范围内帮助她，但我不应该被道德绑架。又过了1个星期，婆婆主动找我谈话了，她的态度比之前缓和了很多，但话里话外的意思依然很明确。思雨，我知道你觉得我们过分了，但你要理解一个母亲的心情。小雪是我的女儿，我不能看着她嫁不出去。你现在有能力帮帮她，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我看着她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作为一个母亲，她关心女儿的想法我可以理解，但作为一个儿媳妇，我也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。妈，我理解您的心情，但我也希望您能理解我的想法。我尽量平静地说，50万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，这是我几年来努力工作的成果。如果我把这些钱拿出来，我自己的生活规划就要全部打乱，而且这样做会开一个先例，以后类似的事情还会不断出现。婆婆听完，脸色有些不好看。思雨，你这话说得太自私了。小雪是你的小姑子，帮助她是应该的。再说，50万对你来说算什么？你1年就能赚90万。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我。对我来说算什么？这是我没日没夜工作赚来的钱，我凭什么要把我的劳动成果无偿给别人？就因为我是这个家的儿媳妇，我就应该无条件付出？那我在这个家到底是家人还是提款机？这番话说出来，客厅里的气氛再次降到了冰点。婆婆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她显然没有想到我会这样激烈的反驳。思雨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们养大了陈浩，现在他娶了你，你就应该为这个家承担责任。承担责任？我每个月都给家里生活费，逢年过节也没少孝敬您，我承担的责任还不够吗？现在还要我为小雪的人生负责。就在这时，陈浩回来了，他看到我们剑拔弩张的样子，脸色立刻沉了下来。你们又在吵什么？他不耐烦地问。你问你老婆，她死活不肯帮小雪，一点亲情都不讲。婆婆愤愤地说。陈浩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某种我从未见过的冷漠。思雨，你真的不能体谅一下我们的难处吗？我看着他，心彻底凉了。这个我曾经深爱的男人，现在正站在他母亲那一边，用那种审判的眼神看着我。体谅？我体谅了3年，结果呢？我的声音开始颤抖。结果就是你们把我当成了提款机，把我的成功当成了你们的依靠。陈浩，我问你，如果我现在失业了，没钱了，你还会娶我吗？这个问题让他愣住了，他显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那个雨夜终于到来了，全家人坐在客厅里进行最后的摊牌。小雪和她男朋友也来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婆婆率先开口，思雨，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，小雪的房子你到底帮不帮？陈浩在一旁补充，如果你不帮，那我们这个婚姻可能真的要结束了。小雪红着眼睛说，嫂子，我求求你了，就当借给我的行吗？所有人都在等待我的回答。我环视了一圈，看着这些曾经亲密的面孔，心中涌起一阵悲凉。我明白了，我站起身来，声音异常平静。你们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不拿出50万，我就不配做这个家的儿媳妇，对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陈浩想要解释，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打断了他，你们爱的从来不是我这个人，而是我的钱。
当我还是个普通职员的时候，你们对我那么好，是因为我没有威胁到你们。当我开始成功的时候，你们就开始算计我，把我当成了摇钱树。现在你们终于撕下了伪装，直接威胁我，要么出钱，要么离婚。我的声音越来越高，情绪也越来越激动。好，我答应你们的要求。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以为我妥协了，但接下来的话让他们全部愣住了。我选择离婚。客厅里瞬间安静的只能听到雨声，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我，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思雨，你说什么？陈浩的声音在颤抖。我说，我选择离婚。我重复了一遍，声音坚定而清晰。既然在你们眼里，我只是个提款机，既然我的价值只在于我的钱，那我们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。50万买一个教训，买一个认清现实的机会，我觉得很值得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的钱只属于我自己，我的人生也只属于我自己。说完这些话，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。3年来积压在心中的委屈、愤怒、失望，在这一刻全部释放了出来。我拿起包向门口走去，身后传来陈浩急促的脚步声。思雨，你别走，我们再谈谈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着他。这个男人的脸上写满了慌乱和不知所措，但我的心已经死了。谈什么？谈你们如何继续榨取我的价值，还是谈我如何继续做这个家的提款机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们可以商量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小。商量？我冷笑了一声。刚才你亲口说的，不给钱就离婚，现在又要商量？婆婆在一旁急得直跺脚。思雨，你别意气用事，这样对谁都不好，对谁都不好。我看向他，对你们当然不好，少了一个提款机嘛。但对我来说，这是解脱，是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小雪终于哭了出来。嫂子，我错了，我不要房子了，你别走。看着她的眼泪，我心中涌起一丝同情，但更多的是释然。小雪，你没有错，想要房子，想要更好的生活，这些都没有错。错的是方式，错的是觉得别人的成功理所当然的应该为你买单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包括你，也包括我。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曾经以为会是我家的地方，心中五味杂陈。3年前的美好回忆如走马灯般闪过，但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。再见。我说完便转身离开，任由身后传来各种声音的挽留和哭泣。走出房门的那一刻，雨已经停了，夜空中繁星点点，空气清新的让我想要深呼吸。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律师朋友的电话。老李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打扰你，我想咨询一下离婚的手续。电话接通后，我的声音异常平静。是的，我要离婚，不是因为冲动，不是因为赌气，而是因为认清了现实。这段婚姻从我成功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变质了。我不需要一个只爱我的钱不爱我的人的丈夫，也不需要一个把我当提款机的家庭。我的90万年薪是我努力的成果，我有权决定如何使用它。我可以孝敬父母，可以帮助朋友，可以做慈善，但我不会被道德绑架，更不会因为成功而被惩罚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为自己而活，为自己的幸福而努力。那些真正爱我的人会为我的成功感到骄傲，而不是试图从中分一杯羹。那些真正的亲人会支持我的决定，而不是用亲情来绑架我。如果连这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，那这样的感情就不值得珍惜。雨后的街道在路灯下闪闪发光，就像我此刻的心情。虽然失去了一段婚姻，但我找回了自己。
虽然告别了过去，但我迎来了未来。我的人生从今夜开始重新起航。而那句让全家人愣住的话，我选择离婚，将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。不是因为它结束了什么，而是因为它开始了什么，开始了一个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人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